美国不断压制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到底谁才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对中俄两国的压制程度又有何不同？为何美国离不开中国？2021年，全球局势都不太平，中美在亚洲台湾问题上冲突不断，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乌克兰问题上愈演愈烈。说到底，这还是美国、俄罗斯、中国三个世界大国的博弈。2022年到来，新一年的国际形势会有着怎样的转变？2022年1月3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对此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金灿荣教授认为，虽然美国把中国与俄罗斯都看作竞争对手，但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处理方式却不尽相同。因为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执政前后都说过，就威胁程度而言，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是紧迫的，而中国的威胁是长期的。那么，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紧迫威胁与中国的长期威胁呢？美国对俄罗斯与中国的态度究竟有何不同？未来的国际形势又会朝哪一方发展？2020年7月，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就职1周年时对去年一整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其称我们处于大国竞争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然后是俄罗斯，并强调中国有信心取代美国。可以说，这番话是非常直接的，也成为了之后许多媒体在描述中美关系时经常引用的话。但仔细分析国际形势，美国说的与做的却又不尽相同。所以，对于中国是否真的取代了俄罗斯成为美国首要竞争对手，还有待商榷。我们从美国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方式入手，也许能稍微了解对于美国而言，俄罗斯紧迫威胁和中国的长期威胁。21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各大媒体平台，都一直重复着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声称中国希望改写2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规则，并危言耸听地渲染道，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带给我们长期挑战和可能的威胁，我们也许会发现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些言论无一不将矛头指向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那么，美国为什么这么做？西方对于中国威胁的宣传可谓是全方面的。首先是经济威胁，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快会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构成制造威胁。其次是军事威胁，中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发展将会走上军事扩张之路。最后是地缘威胁，中国领土广袤，中国强大后将与诸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流传广泛的不实言论，其大体都是中国因为某一方面的不断发展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其根本目的就是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外敌，去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和激起民族情绪，达到转移国内包括阶级对立、种族冲突、政府无能等问题。说白了，就是以外患掩内忧。并且中国确实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国的壮大也逐渐显现。西方国家需要制造冲突和分歧来阻碍中国的发展，延缓中国的壮大。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目前还处于阻碍中国发展这一阶段，他们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强势镜头，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并不乐观，所以得早做打算，言论先行。中美关系虽然冲突不断，但这将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博弈，也是美国未来需要主要面对的问题。反观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两国之间可谓是世仇。虽然美国与俄罗斯没有直接开战，但是目前国际上的这些战争几乎都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是迫切的，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陆权国，并非是因为它拥有1709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而是因为俄罗斯的国土几乎完全占据了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对此，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爵士曾说过，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而拥有1亿多人口、具备自己文化思想、拥有完善国际机器和内线交通网络的俄罗斯，注定是西方国家永远的威胁，也是美国作为海洋霸主永远的威胁。这也是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根本原因，美国不可能容得下苏联。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武器和军事技术，但失去了对东欧的东德、波兰、乌克兰这几个中心地带重要地区的控制。
苏联时期是俄国最接近掌控亚欧大陆世界岛并成为海陆霸主的时候，现在到了俄罗斯又回到了陆权国的传统地位。美国从一开始就必须阻止俄罗斯强大，阻止俄罗斯成长为又一个苏联。美国的针对从俄罗斯这个国家成立以来就已经开始布局，最为直接的便是对俄罗斯的全方位经济制裁。美国对于俄罗斯金融业、能源业、矿业、商贸行业，甚至军工行业都进行了大力度的制裁，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困难，限制了俄罗斯的发展，并通过经济与外交合作与人权挂钩，逼迫俄罗斯放开对反对党媒体的管控，逼迫俄罗斯举行西方式大选，制造舆论，让俄罗斯政府的邪恶深入民心，让民权领袖和民主成为人民的希望，然后让英美培训的民权领袖回到母国，并给予大量的活动资金和专业团队支持，在大选中获胜阻隔，最后制造混乱。可以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压制是全方面的，这比美国在针对中国进行的军事技术封锁、言论价值观导向和最近的台湾问题和新疆人权问题打外交战等一系列手段更为直接致命。毕竟打虎不死，必留后患。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俄罗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但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所以，俄罗斯对于美国的威胁是迫切的，而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是长期的。因为目前的美国并离不开中国，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作用。即使美国想与中国决裂，世界也不会轻易地和中国分手。从全球的疫情影响来看，中国不仅成为了全球的供应国，也成为了世界重要的消费国。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世界各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美国拜登政府白宫发言人也曾承认，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已经由于疫情原因受到严重的打击，想要脱离中国产业链条已经是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的目标。美国在短期内的战略基本上已经宣告失败。美国正在遭受到疫情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曾寄希望于东南亚市场来替代中国，但结果是徒劳的。东南亚地区并没有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市场还太年轻，而中国正在扮演着挽救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所以，美国与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威胁到了自己，并且怀揣着野心，美国迫切地需要解决俄罗斯问题，然后专注地与中国进行国际竞争。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依然是数一数二的存在。